消息是我们再不把钱好几百万给了某某某基金会啊，因为他们要从中获取很多的所谓管理费，管理费也罢了，你要把我的货物在第一时间给到灾区，你把我的货物存放在你的仓库里，在我看来你就是混蛋。所以我自己成立了基金会。在此之前我们不懂，我们干着急。其实现在我们自己有基金会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一包方便面都是可以公示的。为什么你们不做？你们做不到干净，你们就别怪社会这个质疑，活该。走过面基金会彻底翻车，给大家讲一下，很多人在基金里钻空子，很多大型基金会明文规定永远不直接资助任何个人。绝大多数人听完觉得挺专业的规范，防止被骗，公开透明。但是我实话跟你讲，越是不让直达用户的规则，越是为了方便中间的操作。大家记住一个核心逻辑，监管查的最严，流水最干净，根本没办法动手脚的就是公对私，直接打款，钱直接到人手里了。你说你咋办？你还往回要呀？所以黑心机构给自己开了一条绿色通道，彻底禁止资助个人所有善款，只走机构，只走项目，只走对公。普通人以为这是合规，实际上这是最完美的遮羞。我今天给大家扒一下基金操作里头有哪些灰色操作套路。一，空壳机构过桥套现。很多基金会背后的老板其实亲属手里都会注册一大堆空壳公司、服务中心、合作社。这些公司不干活、不招人、不做生意，唯一的用途就是当中间商过账，流程看起来完美合法。基金会以项目执行费、服务费、物资采购费的名义，公对公把巨款打给合作机构，合同齐全，发票齐全，账目齐全，审计过关。但是这个钱进了空壳公司账户的一瞬间，游戏就开始了，扣除 20% 甚至 30% 高额手续费，剩下的钱拆分分流洗白，最终流入私人腰包。而那些真正需要救助的穷必有患困难家庭，一分钱拿不到，或者只能象征性的拿到区区 1%。 二，认证自助款项。套路二，虚构公益项目，溢价采购，豪干善款。很多所谓的扶贫助学救灾项目从头到尾都是假的，他们会找自己开的供应商合作，市场价100块的物资，他们开票报价500元、800元，然后全部回流私分。所谓的公益捐赠物资，少发漏发甚至不发，线下摆拍几张照片，就算项目落地了，数据做得漂漂亮亮，公益荣誉拿到手软，唯独透支了所有人的善良。套路三，第三方代发救助，强制返点克扣。很多大病救助、困难帮扶项目从来不直接发给当事人，全部统一打给地方合作机构、社区服务中心，以为是统一管理真实的内幕。更恶心，很多受助家庭好不容易等到救助款到账，中间人一句话，大头原路返回，留零头给你，因为我们有各种手续费，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层层苛刻，层层抽成慈善救助，硬生生做成了收个流水线。套路四，关联交易，合法套现。这是最高级、最难被追责的玩法。基金会自己的办公场地是自家的房子，租金高出市场起备，年年稳定入账。项目设备车辆全由自己租赁，给自己亲戚朋友挂旭日领，高薪不干活。私人吃饭、旅游、出差报销全部包装成公益调研项目，走访全额报销，披着公益的外衣，过着最自然的生活。套路五，资金空串刷数据偏差捐赠。有些基金根本连事都不做，就玩资金比价，一笔善款在关联机构前来回转账，制造大规模公益流水，目的就是包装品牌，拿政府荣誉，吸引大企业捐款套税收优惠。全程没有一个从人被资助，纯粹的数据造假，空手套白。任何一个公益体系刻意把流程搞得无比复杂，刻意避开个人直接帮扶，刻意增加重建商，根本不是为了合规草猫腻，做暗箱操作分利润。我从来不否定任何做实事的公益人和基金踏实行善的人一直都有，但我必须揭穿一些灰色套路，不要让普通人的善良变成别人的敛财工具。永远记住，复杂的牛缠子大多数为了掩盖贪婪，真正的山野从来简单又直接。韩红基金会最大的问题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我仔细看了他的年报之后，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，网上很多人骂的点其实都没骂到根上。先说几个被误伤的方向。第一，固定资产。有人盯着基金会名下的电脑、车辆说是
这其实没啥可说的，固定资产每年都要披露，买多少台电脑，什么型号，多少钱，都写在年报里。想在这上面捞钱，等于在账本第一页写我贪污了，傻子才这么干。第二，人员薪酬。有人说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高，这也属于没搞清楚规则。人员薪酬计入管理费，而慈善法对管理费有硬性要求，不能超过总支出的 10%。这个比例卡得很死，想通过多发工资来转移资金，空间极其有限。第三，理财。基金会的钱确实会做一些低风险理财，但钱在指定账户，收益也打入指定账户，不存在个人拿走的情况。当然，大额理财可以和银行做利益交换，但这个很难查证，属于暗箱操作范畴，不是年报能看出来的。那韩红基金会真正的问题在哪儿？真正的核心问题是慈善活动不提供明细。对比一下红十字会，红会的官网上可以查到捐赠人是谁，捐了什么东西，单价多少，总价多少，接受人是谁，发放时间是什么时候，一清二楚，公开可查。而韩红基金会的官网上找不到一张这样的公示，每个项目只报一个总账，没有捐赠物资的具体数量，没有单价，没有受捐赠人名单，没有具体发放时间。韩红当年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，一包方便面也要公示清楚。这句话在当年赢得了无数掌声，但问题是现在连发了几包方便面都不说。慈善活动的采购价格不透明，活动成本不透明，公众只看到一个总数，至于这些钱买了什么，以什么价格买的，最终发到了谁手上，全凭基金会自己说了算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按照慈善法的规定，慈善基金可以把一部分工作人员的报酬计入慈善活动成本，而不计入管理费。比如说某工作人员跟随车队去内蒙古义诊，他领的补贴就可以算进慈善活动成本，而慈善活动成本是没有 10% 上限的。5000万的项目，你花4000万成本，法律管不到，而且也不强制公布明细。这个灰色地带才是真正的监管盲区。那韩红基金会到底有没有问题？我不敢说它一定有问题，但至少有几个事实摆在这里。第一，它的慈善活动支出确实达到了法定标准，前一年度收入的 70%， 或3年收入平均值的 70%， 两条都达标了，这一点没有问题。第二，它的年报是合规的，固定资产、人员薪酬、管理费用都在法定范围内披露了，仅从年报看挑不出硬伤。第三，它的官网没有项目明细，这是目前唯一能确定的缺失，也是最核心的缺失。一个社会募捐的基金会，钱的来源是公众，公众当然有权利要求看到明细，要求不高，达到红十字会的公示标准就行。而红十字会是常年被骂公示不够透明的组织，如果韩红基金会连红会的标准都达不到，那就很尴尬了。韩红本人当年说过的话，现在被人翻出来对比，不是大家记性好，是当年的承诺和今天的现实差距太大了。这不是针对韩红，是任何公众人物对社会做出的承诺都会被记住。这件事其实一点也不复杂，社会不需要对韩红基金会做有罪推定，但要求他把明细公开，捐了什么，捐给谁，什么时候捐的，单价多少，这些信息本就应该是一个慈善组织的基本操作。如果韩红基金会能做到这一步，所有争议都会自动消散。如果一直做不到，那舆论就不会停。毕竟公众的信任不是用来透支的，它是需要被一本一本明细账养着的。韩红基金会挂的是韩红的名字，钱来源于社会募捐，它不缺名不缺钱，现在缺的是一张透明的公示表，而这张表本就不该需要公众催着要。这个视频讲的是韩红百人援助项目的收支情况，看完真的会让你心里一沉，希望大家都能仔细看看。咱们先来说这个项目百人医疗援助，这是面向社会募捐的项目名称，它的总收入是420万。项目说明里提到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捐助给受益人的款项是419万，单看这一项好像收入基本都用在受益人身上了，但再往下看就有问题了。为提供慈善服务和实施项目产生的人员报酬、志愿者补贴和保险，这部分花了47万多，相当于给参与人员发工资补贴这些，还有使用房屋设备物资产生的费用5万8千多，这就有点让人想不通了。去做援助，难道用人家的房屋设备还要花钱？这部分费用的合理性存疑。更关键的是，为管理项目产生的差旅、物流、交通、会议、审计、评估等费用，竟然花了220万左右。这里面差旅、交通、会议还算和援助项目沾边，但物流、审计、培训这些，总觉得不该全算在这个项目里。算下来总开支是690万，可收入只有420万，明显超支了。
再看大额支出明细，百人援助项目有2笔大额支出，一笔是给新疆义诊病人的496810元，用途是义诊；另一笔是付给畅帆北京商务管理有限公司的975000多，用途也是义诊。这就更让人疑惑了。前面说直接或委托捐助给受益人的有400多万，那剩下的300多万到底花去哪儿了？尤其是这家畅帆北京商务管理有限公司，查了一下是做活动策划的，给他们的97万是服务费吗？是不是韩红带队的百人援助把吃住行这些打包给他们了？最关键的是，这100多人出去援助，光人员工资福利就40多万，加上差旅住行等费用200多万，光花在团队自身的就将近300万，总开支690万里，真正用在义诊病人身上的只有40几万，剩下的钱到底花在什么地方？韩红基金会要不要深挖？我的答案很明确，要查，而且必须严格查。很多人都在说，人家做了那么多善事，别揪着不放，差不多得了。其实这道理也很简单，关键就是看这钱是谁出的。如果是明星企业家个人自掏腰包做慈善，不涉及偷税洗钱，自己爱怎么支配都相对自由。可公募善款不一样，绝大部分都是老百姓一点一滴捐出来的，这不是私人财产，是全民爱心公款。所以监管标准必须从严，高管薪资、合作采购、交易定价、资金流向全部要清清楚楚。就像救护车采购，早年直接对接江宁大厂，后来却换成小型中介贸易公司，每年就是好几千万，难道不要核查说明清楚吗？我们不是否定公益功劳，只是行善归行善，合规归合规，功劳不能掩盖账目问题。清者自清，全面核查反而更能取信于民。老百姓的爱心捐款万不能变成一笔糊涂账。大家说呢？请关注张律，有态度，有温度，有深度。